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4年春节期间0至10万元高性价比汽车推荐。我将每款车型推荐的时间表列在视频下方，所有的价格均取自经销商价格，且各个车型的性能参数、推荐理由均会在视频里标出。做这个系列是因为该价位段是中国消费者主力购车区间，通过对这些车型的整理，可以窥探最新汽车发展趋势。同时，我也会讲很多干货的汽车购买知识和2024年汽车行业预测。不管是第一次购车小白还是进阶玩家，相信都能有一定帮助，但工作量很大。毕竟制作了大量精美 PPT 和万字买车知识文档，这是真的很累。所以本期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记得关注3连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数据好，我也会继续把这个系列做下去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今天的车型推荐排名不分先后，首先推荐的第一款车型是吉利帝豪。帝豪作为全行业销量最快突破100万辆的轿车，大众认可度一直比较高。第4代的吉利帝豪全系标配 1.5 升自吸发动机，指导价从 6.99 到 8.89 万不等，地方经销商呢往往可以便宜2到3千的价格谈下来。博主推荐购买 CVT 尊贵型，晋级成交价 7.39 万。帝豪的外观简洁，适合家用代步，虽然是紧凑车型，但不显得拥挤，在同级别车型中空间表现也算是不错的。美中不足的是后扭力梁的设计使得减震效果不太好，但油门比较踏实，动力响应也比较及时。第二，长安 UNI-V 这款车的外观比较年轻时尚，溜背造型，掀背尾门，配有电动升降尾翼，可玩性比较高。UNI-V 采用的是下压式车头，车身重心较低，整车的力量感很强，动力表现也不错，油耗6个左右。价格方面，10万元以下首选 1.5T 尊享型，在同价位轿车中内饰也算是比较豪华的。当然了，UNI-V 最受车主吐槽的一点就是车身稍短，后排空间小，落座时容易碰头。不过如果平时没有载人的需求，这个缺点是可以忍受的。第3，艾瑞泽8，动力一直是奇瑞的拿手好戏。艾瑞泽8全系为消费者提供了 1.6T 和 2.0T 两个选择，达到了 B 级车的动力水平。10万元的价位，我比较推荐上版本，家用足够了。匹配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换挡平顺性较好，没有牺牲太多换挡效率。缺点是胎噪比较大，换个精英胎驾驶体验会好很多。艾瑞泽8的前脸采用了纺锤式进气格栅，搭配犀利的大灯组，车身线条流畅，整体造型具有一定的运动感。车厢内的物理按键和一些小细节做得很精致，看上去比较高端。轴距2790毫米，空间表现很优秀，后备箱容量足够大。第4，马自达3，这款车的入门版车型2023款 1.5 升手动智美版指导价 8.99 万， 2.0 升低配车型指导价为 9.99 万。对比主流合资紧凑型轿车，性价比比较高。搭配 6AT 的变速箱，在马自达的调教下，这套动力组合和驾驶者可以达到人马合一的境界，加速体验非常畅快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油耗，但根据车主反馈，马自达3全系的燃油经济性也算是比较出色的，综合油耗6个左右。第5，吉利缤瑞。缤瑞虽然走的是比较年轻化的风格，但还是沿用了吉利的家族化设计，采用了经典的直瀑式中网造型。虽然是入门款车型，但该有的配置都有。对比现款缤瑞个性张扬的外观，冠军版的动感造型更加时尚大气。指导价是 8.98 万。动力方面搭载了 1.5T 的涡轮增压，最大马力达到181匹，运动感和推背感十足，整个动力响应也十分迅速。尺寸方面，缤瑞最大的问题就是 2.67 米的轴距太短，后排的空间有些拥挤，后备箱的开口也比较小，放一些大物件的时候会比较吃力。虽然凌厉的腰线从视觉上延伸了车身长度，但实际试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关注车内空间。10万元这个价位段的车型通常还是 1.5T 排量偏多，这和政府政策有关。 1.5T 以下只需征收3个点，超过则征收5个点了。既然都是 1.5T， 基础硬件已经在这里了，厂商能做的只有调教的优化，最后动力体验都还是大差不差的。我们也补充一个知识点，就是汽车经常发生小毛病，往往是来自零配件的质量和工艺问题。如果有大毛病，那基本就是来自设计工艺和技术标准问题。如果是真的有，车企一般会直接召回车辆。 SUV 我们的推荐依旧排名不分先后，然后10万元以下价位段可以选择的 SUV 确实也蛮少的，所以推荐车型不多，也欢迎各位车友在评论区推荐你种草的 SUV 车型。第一款是瑞虎8，瑞虎一直是奇瑞旗下的明星车系，也是同级车型中少数支持5座、7座座椅布局选择的车型。瑞虎8的车身造型是宝马知名设计师莱斯领衔设计的，看上去比较沉稳内敛。目前瑞虎的终端的优惠力度也比较大，新款 1.5T 荣耀版指导价为 10.99 万，加上2万元的现金优惠，裸车价差不多9万。虽然是低配车型，但配置也是非常有诚意的，性价比非常高。虽然瑞虎8的操纵性能比较好，但是因为悬挂偏硬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乘坐的舒适度。这款车最受车主吐槽的一点就是刹车有时候会异响。另外，如果觉得油门有点肉，可以加价买 1.6T 的版本。第二，博越最新上市的 1.5T 朋友版，官方指导价 9.98 万，是首次打破10万元门槛的博越车系。博越的整体造型沿袭了吉利 Starburst Vision 设计美学基因，并打造了全新的数字棱角美学，整车的辨识度比较高。博越酷朋友版是
同价位首款内置高通骁龙8155智能芯片的车型，车机丝滑流畅，媲美很多30-40万的新势力车型。车身尺寸方面虽然是紧凑型 SUV， 但2701毫米的轴距也有着不错的空间表现。新款博越搭载了全新一代吉利劲擎 1.5T4缸直喷发动机，匹配 7DCT 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最大功率133千瓦，最大扭矩290牛米，动力强劲的同时油耗表现也很不错，100公里油耗6到7个。第三，哈弗 H6 推荐这款车的理由不需要太多，毕竟作为蝉联了100多个月的销量冠军，累计400万加的销量 ，H6 也算得上是国民级 SUV 了。最新版国潮版基于第2代进化，价格比第3代便宜了很多，入手门槛降低，性价比更高。国潮设计融入了国风元素，专属样式的轮毂非常抢眼。国潮版车型最核心的就是升级了车载系统，屏幕从9英寸的嵌入式升级成了12.3英寸的悬浮式，搭载了腾讯 TAI 3.0新一代智能网联系统，人机互动体验感十足。国潮版基本能满足日常用车需求，但如果更注重性能，还是建议加钱上3代。第四，长安 CS55 Plus 在10万元以下的紧凑型 SUV 中，这款车一直是哈弗 H6 有力的竞争对手。第3代新款搭载了长安最新的蓝鲸 NE 系列 1.5T 发动机，匹配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，无论是动力输出还是油耗表现，都达到了同级别车型的领先水平。值得一提的是 CS55 全系标配了主驾电动调节功能，而且这次在高配车型上还给到了座椅加热，实用性很强，但因为轴距只有2.56毫米，车身长度稍短，内部空间显得有些局促。第五，50星辰，这款车走的还是50一贯的造车思路，全系售价不超过10万元。星辰的整车造型比较方正，车身线条流畅，颜色清新简约，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。标配 1.5T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可以达到147匹，对于这样价格的车型而言非常难得。除了常规的燃油版，这款车还有混动版可选。混动版搭载了2.0升阿特金森混动专用发动机，热效率达到了41%，属于行业领先水平，低油耗区占比高达76%，燃油经济性很出色。总的来说，50星辰表现算得上是中规中矩，很适合做家用车。当你有了明确的需求，想要买车的话，只能说这才是第一步。接下来你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研究，要怎么跟 4S 店砍价， 4S 店赠品能不能要，汽车如何上牌和上车险，买了新车要不要换原厂胎，里面任意一点刨出来都需要一个视频单独讲。但没关系，博主已经全部制作好了，点击我的主页，选择买车纯干货指南手册，你买车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在这里。当然，如果觉得视频麻烦，也可以从评论区置顶获得图文版 4S 店购车指南，完全免费。博主是公益性质在做这件事情，虽然很累，成本也很高，但我还是想给 B 站新买车的兄弟们赠送这份礼物。如果觉得博主做的这件事情有意义，就给我一个关注和3连吧，这样会让更多有需要的车友看见，数据好，博主也更有动力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。推荐来到新能源这边，随着新能源渗透率逐渐提高，购置一台新能源已经不再是标新立异的选择了，甚至车企越来越卷，连10万元价位段都有一些不错的车型可选。首先推荐50宏光 mini EV， 这款2020年7月上市的小车，其实算是微型车。迷你的面包车造型乍一看像是日本的 K Car， 也有点像村里的老头乐，最低价只有3万出头，也就是苹果3台旗舰机的价格。我比较推荐新推出的215公里长续航版本，100公里电耗只需9千瓦时，提供了直流快充、交流慢充和家用电源随车充的3种充电方式，方便又省钱。其中直流快充35分钟就能把电量从30%充到80%，做到了真正的充电半小时，续航100公里加。新款也增加了蠕行能力，在坡道和低速行驶的过程中不需要踩电门，车辆可以自行控制，并根据路况释放扭矩，分配动力，能有效避免流坡。第二，50星光，这也是50旗下首款轿车车型，8.88万的起售价一经上市就立马卖爆，首月销量就高达1.8万台，真是印证了那句没有卖不动的车，只有不合适的价格。星光最大的亮点在于其搭载了50全新灵犀混动系统，其由4缸发动机和电机组成，其中发动机热效率达43.2%，电池是 DHT 系统的响应速度仅0.1秒。虽然走的还是低价亲民路线，但比起家族其他车型，星光的内饰设计明显更加高端，50在这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。车身尺寸方面，星光的长宽高分别为4835、1860、1515，轴距为2800毫米，这样的超 A 级的车身尺寸和同价位其他主流竞争对手相比，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。第三，比亚迪海鸥，指导价为7.38万到8.98万不等。海鸥的外观看起来棱角分明，车身线条很犀利，像大灯、轮毂这些部位都有很多平直的线条元素，整体看起来比较硬朗。海鸥的内饰还是比亚迪家族的海洋美学设计风格，辨识度很高，用料和质感也都不错，但是10.1英寸的中控屏幕尺寸较小，车机交互体验会逊色一些。在续航方面，
排欧的最大续航为333公里，综合使用能耗为11.68千瓦时，每百千米，耗电量为11.66千瓦时。第4，秦 Plus DM-i 这款车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，即便是入门版配置也相当丰富，综合实力还是不错的。相比老款车型，2023款的价格也有所下降，成为了更多人的首选。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，比亚迪秦更是打破了合资车的垄断，成为 A 级家轿市场的销冠。秦 Plus DM-i 搭载的插电式混动系统，由 1.5 升4缸发动机和前置单电机组成，100公里油耗低至 3.8 升，相当省油。缺点是底盘对震动的过滤不是太好，震感比较明显，轮胎静音也一般，但这确实也是10万元价位汽车的通病，因为比较受网约车司机的喜爱。现在走在路上，随处可以看到秦 Plus DM-i。如果想要小众一点，博主更推荐比亚迪旗下的另一款车型驱逐舰05，价格上驱逐舰05会更高一点。入门款55千米豪华型，近期成交价8.98万。从动力系统来看，驱逐舰05和秦 Plus DM-i 一样，都是采用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型，而且都是比亚迪的汽车，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距。在造型上，驱逐舰05更年轻时尚一些，视觉冲击感更强。驱逐舰05全系标配了电池预加热系统，这个功能对于气温较低的北方车主来说就非常实用，解决了电池在低温状态下的续航问题。第5，长安启源 A05， 大家看到这款车可能会觉得比较熟悉，尤其是标志性的分体式尾灯，这是因为启源 A05 就是基于长安逸达打造的，相当于长安逸达的插电版本。启源 A05 全系标配 10.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 13.2 英寸的高清中控竖屏，算是同级车里相当大的了。搭配方向盘上下扁平的设计，整车内饰很有科技感。虽然是一台混动轿车，但在纯电续航方面 ，A05 标配就是70千米，高配车型达到145千米，并匹配 ECVT 变速箱，动力表现相当不错。虽然定位是紧凑型家轿，但是 A05 的车身尺寸比较大，车长4785，轴距2765，储物空间充足。客观来说，10万元以内价位，你很难买到一台各方面都均衡的小车。这个价位往往安全配置上都会有些许不足。我今天的种草也只是基于个人感受的主观推荐，当然也下了很多供我查找资料和对比。新手小白购买第一辆车，最好和身边懂车的朋友一起，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下的功夫越深，购买的车型便更加合适，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，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。最后，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或者有聊到你心仪的汽车型号，不妨给我个关注和3连。如果视频数据好，这个系列我也会一直做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4年春节期间10至15万高性价比汽车推荐，我将每款车型的推荐时间表列在视频下方，所有价格均取自经销商价格，且各个车型的性能参数、推荐理由均会在视频里标出。做这个系列是因为该价位段是中国消费者主力购车区间，通过对这些车型的整理，可以窥探最新汽车发展趋势。同时，我也会讲很多干货的汽车购车知识和2024年行业预测，不管是对第一次购车的小白还是进阶玩家，相信都能有一定帮助。但工作量很大，毕竟制作了大量精美 PPT 和万字买车知识文档，这是真的很累。所以本期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记得关注3连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数据好，我也会继续把这个系列做下去。本期视频的车型推荐排名不分先后，首先从轿车说起，推荐第一款车型吉利新锐，轴距2800毫米。吉利新锐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 2.0T 尊贵型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12.5万。新锐前脸采用家族式格栅布局，直瀑式的中网设计提升了前脸的霸气感，醒目的灯组设计配上引擎盖处金线的巧妙衬托，使该车型前脸更具运动感。内饰上，宽敞的中控台上悬浮着一块高清液晶显示屏，大部分功能按键被整齐的放在屏幕下侧，形成一字形排列，简约却充满科技感。2.0T 尊贵型标配很多主动安全系统，前方碰撞预警、主动刹车、车道保持、360度全景影像、透明影像、全速自适应巡航、雨量感应式雨刷，并且还有自动泊车入位。液晶仪表也从7英寸升级成了12.3英寸。第二台车艾瑞泽8，轴距2790毫米。艾瑞泽8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高能版 2.0T DCT 域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为11.39万。艾瑞泽8充分展现全优凌波美学，凌波钻切前格栅，凌波动感豪华宽体车身，尽显动感大气。贯穿前脸的镀铬饰条，再配上两侧精致的头灯组，符合当下大部分人的审美。内饰部分，艾瑞泽8多了一丝典雅大气的感觉，真皮包裹的3辐式平底方向盘，握感出色。2.0T DCT 域也是艾瑞泽8的顶配车型，增加了后方碰撞预警、倒车车侧预警并线辅助，主动式 DMS 疲劳检测、侧安全气囊，前排
排膝部气囊全速支撑巡航，内置行车记录仪等等配置。第3款上汽名爵 MG7，轴距2778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 1.5T 智美优雅版，也是 1.5T 的顶配版了。全国近期最低成交价12.5万。MG7 也是名爵黑标的首款旗舰车型，黑标代表着名爵对优雅运动的极致表达。硕大的中网就像鲨鱼的牙齿，两侧的进气口和大灯也很好的配合了这一设计，侧面流畅的线条和溜背的设计也处处展现优雅的气质。内饰上名爵7的用料相当厚道，中控台表层都用了软包材质，下方采用水波纹压印工艺，细节满满。智美优雅版标配前方碰撞预警、主动刹车等主动安全配置，同样也搭载了 L2 级的辅助驾驶。车侧盲区影像和360度全景影像功能都对新手更加友好。天窗还升级成了 1.8 平的可开启全景天窗，主驾的座椅也升级成了带加热功能以及腰部调节功能，音响也从6个升级为了9个，并且还是 BOSE 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因为是掀背车型，所以后排的头部空间会偏小。第4款车领克03，轴距2730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 1.5T DCT 劲 Pro， 全国近期最低成交价13.38万。领克是吉利和沃尔沃合资成立的高端品牌，领克03的外观设计时尚动感，前脸采用了领克家族式的设计语言，具有极高的辨识度。因为主打运动，所以领克03在操控性能方面表现出色，其悬挂系统经过精心调教，能够提供良好的操控稳定性。内饰上，领克03的中控台略微向驾驶员处倾斜，内饰大多采用了真皮材质包裹，这不仅在用料方面显得非常厚道，同时还提高了车内整体的质感。Pro 为03的顶配版，与 Plus 版相比多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、主动刹车、车道保持等等，驻车雷达也从只有后部1颗变成了前后各1颗，辅助驾驶影像360度全景，车侧影像也都是标配，辅助驾驶也来到 L2 级别，方向盘材质也从皮质升级成了真皮。年底大家买车需求高涨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，不要被坑了。在了解汽车价格的时候，一定要多问几句，优惠有没有附加条件？是所有车都会有这个优惠，而是展车、库存车才能享受这个优惠？需不需要选装特定配置？需不需要在店里上牌？买保险、贷款？买了车之后必须在店里做保养吗？是现金优惠还是超值大礼包？问清楚这些就不怕被坑了。总之，这种 4S 店套路很多啊。好在我制作了一份万字 4S 购车指南，相信只要是买车车友都能用上。评论区置顶免费领取，只需给我个1键3连就好。这件事情博主完全是公益性质在做的，所以能给关注的也可以给个关注，支持下博主。在 B 站做视频确实很不容易。接着就是 SUV 车型，第一台哈弗 H5，轴距3140毫米，1寸长1寸强，大就是好，好就是大。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 2.0T 自动2驱领英汽油版，近期的全国最低成交价在14.28万。如果没有特殊需求，只是在铺装路面使用的话，还是建议2驱版，因为油耗更低。外观方面，哈弗 H5 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，硬朗中又带有几分精致，宽大厚实的整体布局，引擎盖上隆起的2根线条，配合车身腰线，整体质感突出一个硬汉风。粗壮的镀铬进气格栅以及方正的大尺寸头灯组合，更是很好的彰显出硬派的身份设定。内饰上，新哈弗 H5 采用高品质材料打造的内饰，无论是触感还是视觉效果都极为出色。中控台布局简洁明了，大尺寸液晶显示屏集成了导航、娱乐、车辆信息等多种功能，操作便捷且科技感十足。H5 采用的是非承载式车身，非承载式车身的优点就是有独立的大梁，底盘强度较高，抗颠簸性能好。缺点就是车身和车架是刚性连接的，在公路行驶时不是很平稳，会产生震动。领英的2驱和4驱版在配置上差不多，最大的区别在于配置了低速4驱中央差速器锁止功能，如果加3000还可以增加一个后桥差速锁，这个就是偏非铺装路面场景的功能了。对于大众来说用处不大，像智慧躲闪、自动紧急制动、前后碰撞预警等，二者都需要花3000元选配科技包，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。第2台车博越 L， 轴距2777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 1.5TD DCT 尊贵型，全国近期最低成交价11.07万。外观上独具冲击力的视觉特征，包括棱角分明的线条、宽大的盾形中网等，后者与矩阵式 LED 灯组做了巧妙结合，进一步放大了博越 L 的设计感与数字化属性。内饰材质上，车辆内部采用了大量皮质面料包裹，并且在中控台顶部还采用了翻毛皮材质，提高了档次感。全新的4辐式方向盘同样采用了双拼配色，扁平化设计也有了些许运动气息。博越 L 一些主动安全配置都是标配，比如前方碰撞预警、车道偏离预警、主动刹车等等，360度全景影像、倒车影像也都是标配，这点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尊贵型主要区别在于电动车后尾门、手机无线充电、前排座椅加热，配置也还算不错。第3台车瑞虎8 Pro， 轴距2710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4款冠军版 290T 2驱闪耀版5座或巅峰版7座，全国近期成交价前者11.49万，后者12.89万。外观上，瑞虎8 Pro 的设计大气，线条流畅，强化了车辆的标志性。车身侧面的设计强调了立体感和肌肉感，车辆背面设计层次感强，贯穿式尾灯提升了视觉宽度。7座版在配置上要好一些，主副驾驶都有座椅的电动调节，主驾驶位还有腰部调节，并且前排座椅也支持加热和通风。其他的主动安全、被动安全辅助配置基本。
2.89万、13.29万。外观上 CS75 Plus 的前脸造型特别霸气，采用了大面积的锥形格栅中网，两侧的进气口造型也是相当动感，再搭配上凌厉的车身造型、大尺寸的轮毂等设计，整体看起来既时尚又大气，拥有特别足的气场。尊贵型和领航型最大的区别在主动安全上，比如减配了后方碰撞预警、倒车车侧预警、疲劳驾驶、主动式 DMS 疲劳监测等。领航型还有 HUD 系统、雨量感应式雨刷等等功能。1.5T 自动领航和 2.0T 自动旗舰型除了动力上的区别，整体配置差不多。方向盘换成了真皮，音响升级成了索尼。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，就算知道了大概的成交价，也不要上来就是屠龙刀，饭要一口口的吃，价也要一点一点的砍，语气和态度要放温和。要知道车是店里的，不是销售的，销售只负责卖而已，这才是能谈成的最重要前提条件。但是在砍价的过程中，销售必然会拿出赠品抵御砍价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谨慎甄别。赠品高情商叫做赠品，低情商就是强制购买性价比很低的产品，所以也不能来者不拒，咱们要挑值钱的药，有用的药。这里我也列了一个大致的明细表，有需求的可以暂停观看。然后就是新能源车型了。2023年12月，新能源销量占比已经达到了40.7%，正在逐渐被大众所接受，并且新能源免征车辆购置税也得到了延续。对购置日期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，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3万元，也就是只要发票价格不高于33.9万元的新能源汽车都能免购置税。第一台车50星光 PHEV， 轴距2800毫米，也是23年12月发布的新车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150进阶款。外观上50星光 PHEV 采用了新意美学的设计理念，整体线条流畅而动感，前脸采用了无边框的镂空格栅设计，中间的纹路与车标方向一致，显示出富有创意的设计感。而分体式的大灯设计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独特性。105进阶款支持快充，电池从9.5千瓦时增加至20.5千瓦时，液晶仪表盘也从7英寸变成了8.8英寸，中控屏从10.01变成了15.6英寸，并且车机也搭载了0OS 智能车机系统，支持联网、GPS 导航、语音识别系统，做到了可见即可说，支持连续性语音对话。车外摄像头也从1个升级为了4个。第二台比亚迪驱逐舰05，轴距2718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120千米旗舰型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12.58万。同价位还有比亚迪秦 Plus DM-i 可选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。比亚迪驱逐舰05的格栅设计极具特色，采用了无边框设计，层层递进的水平线条使得前脸视觉效果更为有层次感。同时在格栅两侧，这款车型还使用了点阵式布局，从而使前脸看起来更加精致。120千米的版本除了电池变大以外，也支持快充，并且旗舰车型在主动安全上放了更多配置，前后方倒车预警、倒车车侧预警、主动刹车等等。辅助驾驶级别也提升为 L2， 支持内置行车记录仪以及15瓦的手机无线充电，前排座椅也支持加热功能。第三台吉利银河 L6， 轴距2752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 1.5T DHT 125千米 Max 版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13.18万。外观上流线型的车身线条和精致的细节处理，让整车看起来非常时尚动感。车头部分采用了吉利标志性水滴涟漪式进气格栅，提升了整车的辨识度。车身侧面线条流畅，贯穿式的腰线让整车看起来更加修长。Max 版多了侧安全气帘、360度全景影像、透明影像，可选不可开启全景天窗、手机蓝牙钥匙、50瓦的无线充电。副驾驶位座椅电动调节，后排杯架、外后视镜加热以及4个车外摄像头。第四台车宋 Pro DM-i， 轴距2712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冠军版110千米超越型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在13.55万。外观上整体的车身线条特别简洁，整车显得相对比较硬朗。其车头采取了特色样式的大灯组，辨识度也比较高。110千米超越型和71千米超越型的配置差不多，只有电池大小的区别，但是价格却相差不大，所以优先选择110千米，有前方碰撞预警、主动刹车、车道保持、侧安全气帘、自适运巡航、内置行车记录仪、前排多层隔音玻璃。第五台深蓝 SL03， 轴距2900毫米，深蓝为长安的新能源子品牌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135 Plus 增程版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为13.79万。在外观上，中网采用了新能源车型主流的封闭式设计，两侧分体式大灯眼神犀利，造型与下方日行灯相呼应，整体非常协调。135 Plus 增程版虽然是低配车型，但是在配置上给的也是十分足的，全系的主动安全配置一致，没有因为价格进行减配，在辅助配置上也基本一致，只有03i 车型才配有辅助驾驶功能，但是这些标配配置依然是非常够用的。135 Plus 和200 Max 除了电池最大的区别主要还是在扬声器数量上，前者为6个，后者为14个。最后我也放一些对2024年的汽车行业的预判吧。首先，今年将是纯电新能源价格继续下探的一年，宁德时代正在梳理产线资源，推动降本，动力电池将进入0.3元每瓦时时代，也就是未来100度的电池加上散热护板等附件，成本差不多在5万。而在1年前，100度的电池包的价格大约要在9到10万，整车售价也都在20万以上。如果按照电池占整车40%成本来算，接下来100度电池车型的成本将来到10万左右。第二，随着 L3 自动驾驶牌照的放开，今年将会是城市 NOA 密集上车的一年，越来越多的车型会开放自己的城市 NOA 功能，并且
到24年末，如果谁家新能源没有城市 NOA， 将影响到消费者的购车决策。消费者对智驾的态度是我可以不用，但你不能没有。23年初，以东风为首的车企都在打价格战，那是因为当时技术创新的停滞，大家产品都同质化，新能源从科技属性回归到制造业本质，而智能化是可以帮车企走出价格战泥潭，开启新轮产业升级的。华为在2023年末凭借巨量的研发投入，将自动驾驶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。问界 CM7 并不便宜，但依旧卖爆，这是因为它有着超高的智能化体验和良心的价格，构成了极致智驾比。2024年，车企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大。第三，2024年纯电与混动将并驾齐驱，混动车型增速会超过新能源市场整体水平，可能会成为替代传统燃油车的重要部分。第四，市场对高端电动车的需求也会爆发。目前50万以上汽车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只有11%，这一细分领域蕴藏着巨大的机会。安信证券也预测，2024 30到40万元、40万元以上价格带新能源车销量将分别增长47%、111%。未来 ET9、仰望 U8 这样的100万级国产车型将会越来越多。之前很多人不看好仰望，但实际它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2000台，直接卖爆。杭州的仰望门店甚至络绎不绝，而且能支撑起100万豪车定价的，本质还是国内深耕多年且领先海外的电车技术。2024汽车市场只会更加精彩，博主非常期待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新手小白购买第一辆车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，最好和身边懂车的朋友一起，让他帮忙出谋划策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下的功夫越深，购买的车型便越合适，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，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。最后，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或者有聊到你心仪的汽车型号，不妨给我个关注和3连。如果视频数据不错，这个系列我也会一直做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4年春节期间15至20万元高性价比汽车推荐，我将每款车型的推荐时间表列在视频下方，所有价格均取自经销商价格，且每个车型的性能参数、推荐理由均会在视频里标出。电车甚至会提供真实续航里程参考。做这个系列是因为该价位段是中国消费者主力购车区间，通过对这些车型的整理，可以窥探最新汽车发展趋势。同时，我也会讲很多干货的汽车购车知识和2024汽车行业预测，不管是对购车小白还是进阶玩家，相信都能有一定帮助。但工作量很大，毕竟制作了大量精美 PPT 和万字买车知识文档，这是真的很累。所以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记得关注3连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数据好，我也会把这个系列做下去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今天的车型推荐排名不分先后，首先从轿车车型说起，推荐第一款车型领克03。喜欢运动的年轻人你就看它。领克分为混动和燃油车型，带 EMF 的就是混动， DCT 的就是燃油。这个价位段可以看 2.0T 劲 Pro 或者 Hero 版。Hero 版相比 Pro 贵1万，增加了 AR 导航、自动泊车、变道辅助、矩阵式大灯等配置。03搭载了一台254马力的发动机，最大扭矩350牛米，配合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并且这段时间劲 Pro 的成交价可以到15万，当然这是一个偏低的价格，个别地方会更高，成交价也不是落地价。不过如果预算充裕，想要一台更高性能的小钢炮，就可以看看03加。03加在原本基础上做了全面升级，最大功率195千瓦，最大扭矩380牛米，8档手自一体变速箱，底盘调教也更运动，适合想要操纵性的车友。第二，凯迪拉克 CT4， 不是 BBA 买不起，而是凯子更有性价比。虽说是2线，但是凯迪拉克依旧属于是豪华品牌。之所以推荐这款车，是因为它可能是最便宜的后驱车之一了，无后驱不豪华。这种布局可以提供50:50的黄金车身比例，起步加速稳固，加之凯迪最高237匹的马力，性能绝对够用。CT4 里分为 1.5 升211马力和 2.0 升237马力版本，但 CT4 的槽点也不少，比如后排空间拥挤、内饰设计风格落伍、中控屏太小、内饰颜色单调等，购买前要做好功课。第三，本田雅阁相比上代车型设计更加运动和具有质感，前脸采用低趴造型，中网与两侧灯组两两相融，上一代溜背设计也得以保留，在同级别 B 级车中，该车空间表现有一定优势，后排腿部空间不错，兼顾家用需求。几款车型里，推荐直接看看 Turbo 卓越版，性价比最高，增加了 L2 级安全驾驶辅助、全速自适应巡航、倒车影像、HUD 抬头显示，该有的配置基本都有了。毕竟卓越版的成交落地价可以达到16.88万。第四，丰田凯美瑞，买它主要是图省油安全。2.5升版本的100公里综合油耗为6.0升，2.5升混动版100公里4.1个油，既是家庭用车的首选，也能兼顾一定程度商用。2023款新车相比上代油耗降低了32%，功率却降低了不到5%，价格还降了2万，很有竞争力。凯美瑞标配10个安全气囊，还有很多主动安全配置，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做到月均2万台的销量。2023款凯美瑞有14个配置可选，还价格相近，简直让人眼花缭乱。我们可以先按动力把它分为3类车型：2.0升、2.5升以及2.5升混
混动，在 2.0、2.5 升里，精英版就是盖板，不推荐购买。缺乏倒车影像、自适应巡航、无钥匙进入等功能。GEP 价格只需增加1万，在增加以上配置的同时，也升级了座椅材质和真皮方向盘，性价比比较高。最近全国成交价可以到15.68万。豪华版的升级主要在导航系统和语音系统上，升级后获得体验提升偏低一些。风尚版和骑士版主要升级在皮肤上。第5，大众帕萨特。帕萨特车型进入国内已经有20多年了，知名度、保有度、保值率高，是 B 级车标杆，但提供了越级空间享受，轴距达到了2871毫米，空间大，内饰也豪华。除去入门级外，都采用了真皮质感的方向盘和座椅，乘坐体验舒适，并除入门车型外，均配前排电动座椅，前排座椅加热，高配车型前排座椅还支持通风加热，后备箱还特别大，实用性很高。帕萨特给我的感觉是一台还算实诚的车，但缺点是日常道路的加速平顺性不如自然吸气车型，在市区遇到堵车1、2档切换时，偶尔会有明显的顿挫，配置相对不多。2024款提供 1.4 升150马力、2.0 升186马力和2.0升220马力3个版本。1.4升整体都不推荐，动力表现太差，如果真要买也是看精英版，增加了11000块，提供倒车影像、自适应巡航、真皮座椅等配置。2.0升330版本看精英版，如果需要 L2 级别辅助驾驶就看豪华版。2.0升380版本看豪华版本即可。所有配置博主都对比过，做过了功课，推荐的都是性价比最高的，省下大家研究的时间。这个价位可以推荐的轿车还有很多，但视频时长有限，就不再做补充了。部分轿车车型我会在新能源板块里推荐。这里我也插播一个知识点，就是咱想在网上问到汽车底价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必须要去线下谈判。网上很多门户网站的价格也是不靠谱的，因为 4S 店会用限时优惠的名义引诱你过去，而 4S 店的坑有很多，比如上牌费要价上千块，那是屡见不鲜。如果自己去上牌，可能也才200-300左右。买车前最好就研究确认好车型配置，不要让销售给你推荐，否则大概率会给你推荐库存车。总之，这种 4S 店的套路很多啊。好在我制作了一份万字 4S 店购车指南，相信只要是买车车友都能用上。评论区置顶免费领取，只需给我个1键3连就好，也能让更多车友看见。这件事博主完全是公益性质在做的，以及你可以点击我的主页，选择买车纯干货指南手册，所有买车所需知道的事我都制作了单独的视频，虽然很累，成本也很高，但我还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如何买车避坑，让更少人被 4S 店套路。如果觉得博主做的这件事情有意义，就给我个关注和3连吧，我会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。继续我们今天的 SUV 推荐，第1，吉利星越 L， 颜值设计有点沃尔沃的味道，虽然自称是紧凑型 SUV， 但空间真的很大，几乎跟宝马 X3、奥迪 Q5L 相当，很适合家用，配置也很丰富。L2 级别自动驾驶、座椅按摩、主动降噪基本都有，内部还有块大连屏，科技感十足，内饰做工也很精良，看不出是10几万车的样子。不过缺点就是油耗明显，轻轻松松综合油耗10个油，车机系统还有很大优化空间，会卡顿。2024款云骑版和天际版的配置差异主要在 HUD 抬头显示、更大排音响、后排隐私玻璃、后排独立空调上，天际版的性价比更高。云骑版近期国内成交价可以到15.37万，天际版在16.82万。第2，丰田 RAV4， 这款车非常省油，城区道路差不多也才8个油，车内空间舒适也不错，并且4驱版能很好的应对湿滑路面，有一定的驾驶乐趣，动力也足。缺点可能是外观设计比较老旧，缺乏新意了，没有什么记忆点，做工比较粗糙，隔音不是很明显，在急加速时发动机有一种声嘶力竭的感觉。这款车哪怕是买盖板也可以，给的配置也很厚道， ACC 自适应巡航、车道保持、主动刹车这些都有。预算更高一些，提高2万预算，风尚版可以获得电动天窗、全景影像、液晶显示屏、分区自动空调等，也是很值得的。风尚版最近全国成交价可以到16.6万。第3，瑞虎9，这款车其实是偏贵一些的，同级别有很多别的车型性价比都比它更高，但推荐它也是因为它有7座版本，一些家庭用户可能有这个需求。配置方面，瑞虎9基本该给的也都给了， L2 级别辅助驾驶、自适应巡航、电动尾门、座椅加热、通风都是全系标配。瑞虎9里如果对4驱没有需求，就看尊贵版，性价比最高。这个价位段燃油 SUV 推荐的不多，如果有别的，欢迎在评论区补充。我们进入今天推荐的重头戏，新能源推荐。发展到今天，买一台电车早也不是标新立异。2023年底，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40%，再创历史新高。尤其是在20到30万区间，渗透率已经超过燃油车型；30万以上车型的电车渗透率也超过30%。而10到20万价位段还是油车买的更多一些。但2024年20万价位段将是新能源主攻价格区间，会有很多竞争力很强的产品出来。一来是这块市场足够大，二来是电池价格的暴跌，也给了新能源向该价格段进军的底气。如宁德时代推出的173安时的 VDA 规格磷酸铁锂电芯，电芯价格不会超过0.4元每瓦时，也就是1度电成本差不多400块，100度电池的成本也就4万块。如果再把散热护板等配件算上，那也才5万块。而在1年前，100度电池包的价格大约要9到10万，100度电池包大约能实现500至700千米的续航，足以缓解大部分人的里程焦虑，
将来消费者就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新能源车型。对新能源感兴趣的也可以关注我们频道，之后会讲很多电车购买知识和车型推荐。今天推荐的第一款新能源车型，比亚迪汉 DMI， 这是目前比亚迪旗下最畅销的中大车型，20万可以买到汉 EV 冠军版和 DMI 精英型、尊贵型。比亚迪汉的外观充满中国元素，前脸是悬浮式龙晶 LED 大灯，尾部是贯穿式中国结 LED 灯，内饰的设计也非常豪华。不过低配版车型是仿皮而不是真皮，汉的配置很丰富，续航表现出色，缺点是胎噪和风噪比较明显，特别是跑高速时，这点可以通过换胎解决。比亚迪汉因为轴距大、车子宽、转弯半径大、底盘低，容易刮底盘，开车需要注意一下。因为是磷酸铁锂电池，且热管理水平有待提升，在北方的冬季续航打折厉害，但整体而言是一款非常不错的车型，也是长期销量榜热门。第二，宋 Plus 新能源。今年1月，宋 Plus 迎来了第80万辆新车的下线，只用3年就实现了如此庞大的销量。这是一款实力均衡、无明显短板的水桶车，续航扎实、油耗低，还有一定智能化水平。缺点可能是减震悬架的过滤效果一般，过坑洼路段时震动感比较明显，高速有一些风噪和胎噪，其他都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这个价位段算是非常均衡，全面领跑同级产品的车型了。第三，比亚迪海豹，只能说这个价位比亚迪确实杀疯了。这款车是海洋网下的轿跑车型，外观运动且时尚，车头部分的封闭式进气格栅和犀利的大灯结合，辨识度很高，有着流畅的车身线条和溜背式车尾设计。比亚迪海豹采用了前双叉臂、后5连杆的独立悬挂系统，有着舒适的驾驶体验。海豹智能化配置丰富，配备了各种高科技功能，如全液晶仪表盘、大尺寸中控触摸屏、智能语音控制系统、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等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比如辅助驾驶体验偏差，比如车道居中会一直调整方向盘，让人不太敢用。空调设置没有物理调节功能，底盘比较低，走烂路可能磕到底盘，行驶时需注意。第四，领跑 C11， 这是一家浙江的新势力品牌，主打全域自研，原本是想是缩减成本，但领跑近年来亏损严重，领跑加车性价比非常高，配置给的很足，尤其是 C11 不仅智能化配置做得好，内饰也采用了大量软质材料和真皮包裹，给人一种高端的感觉。车内空间宽敞，后排座椅的腿部空间和头部空间都很充裕，并且配备了一套先进的空气净化系统，可以有效的过滤车内的有害物质，很适合家用车。第五，银河 E8， 最近新推出的一款车型，外观设计凌厉且有未来感。E8 在经历过25处低风阻设计后，将风阻系数做到了全球量产最低 0.199， 将空气动力学设计做到极致，使用的是吉利 SEA 纯电架构，跟极氪同平台，因此同样有着平稳的运动性能。E8 的黑科技很多，我这里随便念几个：汽车 AI 大模型，支持卫星通信，可以在车内玩3A 游戏，狂野飙车9，真的有一些未来汽车的样子，并且这款车是吉利推出的，品牌售后值得信任。所以电车新能源并不是新势力专属，传统造车厂也是很能打的。这里顺便也说一下，2024年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 AI 大模型上车，大模型对汽车行业的颠覆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深。第六，长安深蓝 S203， 前脸造型非常帅气，尾部的贯穿式尾灯深受年轻人喜爱，加上它的低趴姿态、无边框车门以及隐藏式门把手，整车的颜值在同价位车中绝对是佼佼者。不过它的小毛病很多，有各种异响问题和死机问题，在车的设计上也有些偷工减料，比如前排座椅只有坐垫可以加热通风，前轮没有内衬板，底盘偏硬，减震一般。如果可以忍受这些小问题，这款车还是值得入手的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我就放一些对2024汽车行业新一年的预判吧。第一，今年将是城市 NOA 密集上车的一年，越来越多车型会开放自己的城市 NOA 功能，并且到年末，如果谁家新能源没有城市 NOA， 将影响到消费者的购车决策。消费者对智驾的态度是我可以不用，但你不能没有。去年开年时，东风为首的车企都在打价格战，那是因为当时技术创新的停滞，新能源也从科技属性回归到制造业本质。而智能化是可以帮助车企走出价格战泥潭，开启新一轮产业升级的。华为在2023年末凭借巨量的研发投入，将自动驾驶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。问界新 M7 并不便宜，但依旧卖爆，这是因为它有着超高的智能化体验和良心的价格，构成极致智驾比。2024年车企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大。第二，2024年纯动与混动将并驾齐驱，混动车型增速会超过新能源市场整体水平，可能成为替代传统燃油车的重要部分。第三，市场对于高端电动车的需求也会爆发。目前50万以上的汽车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只有11%，这一细分领域蕴藏着巨大的机会。安信证券也预测，2024 30至40万、40万元以上价格带新能源车销量分别增长47%、111%。未来 ET9、仰望 U8 这样的100万级国产车型将会越来越多。之前很多人不看好仰望，但实际它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2000台，直接卖爆。杭州的仰望门店甚至络绎不绝，而能支撑起100万豪车定价的，本质还是国内深耕多年且领先海外的电车技术。2024汽车市场只会更加精彩，博主非常期待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新手小白购买第一辆车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，最好和身边懂车的朋友一起，让他帮忙出谋策划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下的功夫越深，购买的车型便越合适，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，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
对你有帮助，或者有聊到你心仪的汽车型号，不妨给我个关注和3连。如果视频数据好，这个系列我会一直做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